有一种委屈，它不爆发，不呐喊，只是一点一点的积累，直到把一个人逼成另一个人。《水浒传》不是一部关于英雄的书，它是一部关于普通人如何被逼成亡命徒的生存实录。它不关心谁坐龙椅，不关心哪个朝代兴亡，它只盯着一件事：在一个规则彻底失效的时代，一个想好好过日子的人究竟要吞下多少屈辱，才会在某个深夜攥紧刀柄踏出那一步？这个问题不只属于北宋，它属于所有秩序崩坏的年代，也属于每一个曾经忍过、怂过，最后被逼到墙角的人。北宋末年，表面上是盛世，清明上河图里的汴梁城，人声鼎沸，商贾云集，灯火通明，那是当时全世界最繁华的都市。但繁华是表皮，内里已经烂透了。整部《水浒传》开篇不写好汉，偏偏写了一个小混混的发迹史。这个人叫高俅，高俅会踢球，踢得花哨，踢得开心，被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一眼看中，从此平步青云，最终做到太尉，掌管80万禁军。这不是励志故事，这是一则诊断书。当一个王朝最高的用人标准变成谁能陪皇帝玩，而不是谁有真本事，这个社会的公平就开始雪崩。高俅一个人的上位，定义了整部书的底色。这是一个乱字当头的时代，一个技术官僚毫无用处，政治正确才是硬通货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老实人最危险。林冲就是那个最危险的老实人。他是80万禁军教头，有编制，有武艺，有体面的工作，有温柔的妻子。他对这个世界的全部要求，只是平平安安过日子。他不反骨，不出头，甚至是这套腐朽体制的维护者。但命运偏偏要拿最想做良民的人开刀。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在庙里当众调戏林冲的妻子，林冲赶来了，拳头举起来了，然后停住了。他认出了那张脸，认出了那背后的权力，于是那拳头软了，那口恶气他硬生生地咽了下去。这是林冲悲剧的第一步，也是整部书最令人窒息的细节。他以为忍一次就能换回太平，可他不知道，退让在强者眼里从来不是美德，只是软弱的信号。高衙内得了相思病，高俅亲自出手，一个精密的政治陷阱铺开了，让人拿宝刀勾引林冲，再以带刀闯入军事重地的罪名将他定罪。法庭上，林冲还在辩解，发配路上面对差役的虐待，他还在陪笑。他心里还有一个幻想，只要熬过这几年，我还能回去。这是中产阶级最典型的沉没成本陷阱，已经付出了这么多，怎么能放弃？直到那个风雪之夜，大雪压塌了草屋，把林冲逼进了山神庙。隔着一道门缝，他听见了陆谦和富安的对话，听见了火是谁放的，听见了高俅是如何步步算计，听见了他们准备回去领赏。那一刻，林冲心里最后一盏灯熄灭了。法律已死，正义已死，所有的委曲求全换来的不是生路，是死路。他推开了那扇门，那个唯唯诺诺的教头死在了雪地里。一个不再相信任何规则的杀神站了起来，手起刀落，3颗人头。杀完之后，他提着花枪，踉踉跄跄走进漫天风雪，家没了，前途没了。这一片天地之大，竟没有一个好人的容身之所。逼上梁山这4个字，我们常说，但只有读懂了林冲，你才知道那个逼字有多重。那不是冲动，是一个好人被反复碾压之后，在绝境里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反击。如果说林冲是委屈的极致，武松就是愤怒的极致。但武松不是天生的暴徒，他最初是一个极度信奉规则和体面的人。景阳冈打虎之后，
县令赏了他1000贯钱，这笔钱他一分不留，全数分给了猎户。他当上阳谷县都头，穿上制服，觉得光宗耀祖。他的内心深处渴望的是庙堂，是体制，是一个清白正当的身份。发现哥哥武大郎被毒死之后，武松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拔刀，而是取证。他找了证人何九叔，拿到了骨质苏黑的骨灰，找来了行哥做人证，整整齐齐的去县衙告状。他相信法律，相信公道，相信这个世界还有讲理的地方。然后现实给了他一巴掌。县令早收了西门庆的银子，不但不立案，还将武松训斥一通。那一刻，武松心里的那座庙堂轰然倒塌。他明白了，杀人偿命这4个字是有钱人说了算的。既然官府判不了案，那我的刀就是判官。西门庆死了，潘金莲死了，武松伏法受刑。这一段他还是在规则的边界内行事，杀的是仇人，是私利救济。真正让武松彻底蜕变的是孟州，是那座鸳鸯楼。张都监以赏识为名，将他请入府中，以丫鬟玉兰许婚，给了这个孤苦流亡的汉子久违的温暖。武松信了。然后中秋之夜，圈套收口，他再次被陷害入狱。当他在飞云浦的桥上带着枷锁干净利落地杀掉4个刺客时，他彻底觉醒了。只要这帮人活着，他就永远没有活路。于是他提刀回去。鸳鸯楼上，张都监、蒋门神、张团练以及府中上上下下，包括那个曾许配给他的丫鬟玉兰在内，共15口人，全部杀尽。杀完，他在墙上写下8个字：杀人者，打虎武松。这8个字不只是挑衅，是宣告。以前那个想当都头、想守法、想安稳过日子的武松，永久地死在了鸳鸯楼里。为什么连无辜的仆役也不放过？这是《水浒传》最不回避的残酷真相。在极端的压迫下，反抗者的灵魂也会随之扭曲。善良有时候是奢侈品。然后我们必须说鲁智深，他是整部书里唯一一个通透的人，也是唯一一个真正自由的人。鲁智深在魏州听见金翠莲哭，问清楚了原委，就去找镇关西算账。这是著名的拳打镇关西，但大家往往只记得那3拳，忘了3拳之前他做的事。先安排金翠莲母女悄悄离开，估摸着走远了，才去找镇关西。到了肉铺，他不急着动手，先让对方切精肉、切肥肉、切软骨，磨了大半天。一是拖时间，让人跑得更远；二是故意激怒对方，让对方先动手，在道义上站稳脚跟。人死之后，他指着尸体骂一句：“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然后趁乱溜走。这哪里是莽夫？这是一个在人情世故上极度清醒的人。但他清醒，却不世故。他救金翠莲，没有任何利益可图。他在野猪林救林冲，只因为他们喝过几顿酒。那一句“兄弟，俺想你苦”，是整部书里最重的一句话。林冲一路被人当猪狗，没有人把他当人，只有这个和他没有深交的胖大和尚不远千里跟着，只为护他周全。鲁智深救得了林冲的命，却救不了林冲的心。这是梁山故事最深的悲哀之一。而鲁智深自己，他从不为名，从不为利，从不为帮派。他杀人只是因为眼前有人受苦，这在梁山108人里是绝无仅有的。梁山坡，很多人以为那是好汉的乌托邦，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四海兄弟，无拘无束。其实不然，梁山是另一个小社会，有派系，有排挤，有算计，有残酷的权力游戏。林冲刚上山时，头领王伦是个落地秀才，心胸极窄，
一看林冲武艺高强，立刻起了排挤之心，逼他去山下随便杀一个人才能入伙。江湖容不下林冲，体制也容不下林冲，从一个绞肉机里出来，又走进了另一个绞肉机。而梁山的真正掌舵人宋江，更是将权谋玩到了极致。宋江没有超群的武功，长得也黑矮，但他有一项所向披靡的能力，仗义疏财，攒人心。他在都城县私放了劫取生辰纲的晁盖一伙，埋下了梁山的根基。他上山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排座次。那块石碣上的108将，排名有着精密的政治逻辑。前排除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等核心之外，基本是前朝廷军官，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而最早跟着晁盖造反的元老派，阮氏三雄、刘唐，名次都靠后。这不是按武功排，这是一次预谋的权力分配。宋江要招安，他需要朝廷愿意接纳的筹码，那些出身体制的将领才是谈判桌上的硬通货。草根出身的人在朝廷眼里一文不值。为了壮大梁山声势，他不惜毁人清白。秦明本是一个性情直爽、忠于职守的军官，宋江派人假扮秦明夜袭城池，屠杀百姓，逼得慕容知府杀了秦明全家。秦明走投无路，只能上山。宋江补偿他一门亲事，但那一家老小的性命是用来换取自己战略目标的棋子，对卢俊义更是如此。堂堂河北首富，武功天下第一，就因为宋江觉得梁山缺一个有名望的人来镇场面，让吴用在卢家墙上题反诗，将这个无辜的富翁拖入深渊，家破人亡，被逼上山，做了第二把交椅。我们常听四海之内皆兄弟，但这兄弟情谊的底色，有时候是鲜血。梁山聚义厅，同时也是一台绞肉机，把形形色色的人碾碎，重铸成梁山好汉这个集体符号。更黑的不只是庙堂，江湖本身也不干净。十字坡的孙二娘杀人卖人肉包子，他杀的不是贪官，是路过的无辜客商。揭阳岭的李立、浔阳江的张衡被称为好汉，实则是当地恶霸，欺行霸市，草菅人命。水浒传最不留情面的地方在于，他没有把底层美化成纯洁的受害者。上层秩序崩坏时，底层并不会自然变得美好，反而会滋生出更野蛮的生存法则。为了不被吃掉，很多人选择了成为吃人的人。这是书里最冷的一笔，也是最真实的一笔。招安是整部书最大的裂缝。梁山大败官军，2赢童贯，3败高太尉，声势鼎盛。但宋江的心思从一开始就不在山头，他要的是洗白，是封妻印子，是青史留名。反招安派里，武松看透了官僚嘴脸，他与朝廷之间是血海深仇，他知道投降只有死路。李逵觉得现在大碗喝酒多快活，何必去受那鸟气？鲁智深看穿了名利的虚妄，他从来不需要一个朝廷来定义自己的价值，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宋江用忠义2个字把所有人绑住了，不招安就是不忠君，就是不讲大哥的话，就是不义。这个逻辑闭环无懈可击，无人能破。梁山的大旗就这样缓缓倒下，换上了朝廷的军装，然后是征方腊。这是整部书最惨烈的篇章，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一份死亡名单。索超死于铁锤，邓飞被砍成2段，解珍、解宝兄弟双双摔死悬崖，勇猛无敌的秦明死于方杰枪下。武松在睦州被飞剑斩断左臂，醒来后看着那条连皮带肉挂着的手臂，眉头没皱，拔出戒刀，自己咔嚓一声切断。那一刀斩断的不只是手臂，是他与这个红尘世界最后的一丝牵绊。108将，最终活下来的只剩27人。
2/3的兄弟把命留在了江南的泥土里，他们付出了这样惨烈的代价，换来了什么？宋江被封楚州安抚使，其余人各有封赏，然后一壶御酒送到。高俅、蔡京从未打算放过这群造反起家的人。宋江喝了，感觉腹痛，知道酒里有毒。他在最后的时刻想到的是李逵，他怕自己死后李逵造反，坏了他一生经营的忠义名声，于是骗李逵也喝下了那壶酒。李逵知道真相后，这个一生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说出了他一生中最温柔也最令人心碎的话：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宋江毒杀李逵是这部书争议最深的一笔。为了那块虚幻的忠义牌坊，他亲手杀掉了最信任他的兄弟。繁华落尽，是这样的凄凉。然而施耐庵终究留了一缕光。征方腊结束后，鲁智深在杭州六合寺住下。一天夜里，他听见了钱塘江的大潮声，以为是战鼓，提着禅杖就要冲出去厮杀。老僧告诉他，那不是战鼓，是潮信，是潮水涨信。鲁智深愣住了，他想起了师父智真长老的4句一语：逢夏而勤，遇腊而直，听潮而圆，见信而记。前2句都应了，如今听见了潮，见到了信，该圆寂了。他没有悲伤，没有遗憾，哈哈大笑，沐浴更衣，写下一篇单子，坐上禅床，安然离世。那人子写道：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108人里，唯有鲁智深在名利之外，在恩怨之外，在招安与反抗之外，得到了真正的大自在、大解脱。他救人，从不为自己；他杀人，从不为利益。他活得最重，走得最轻，这是整部书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温柔。《水浒传》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照出了权力的傲慢如何把良民逼成亡命徒，照出了法律的缺席如何让社会丛林化，照出了一群身不由己的小人物如何用热血和生命去撞那面坚硬的墙。他们失败了，梁山倾覆，好汉零落，忠义2字，最后只剩下一块无人祭扫的石碑。但那股路见不平，拔刀相向的精气神，那个我是我的觉醒，穿透了1000年的时光，至今还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我们听水浒，不是为了学打架，不是为了崇拜暴力，而是为了看清楚，在一个讲不通道理的世道里，中国人那根永远不肯彻底弯折的脊梁。莫言招安是结局，且看那些永不熄灭的火。梁山好汉从未真正死去，他们活在每一个渴望公平、向往正义、不肯认命的灵魂深处。杨志的故事不该被忽略，他是《水浒传》里另一个被命运反复打脸的人。杨志出身不凡，杨家将的后代，骨子里有一股我是名门之后的骄傲。他的全部理想就是凭这个出身，在体制里挣出一个功名。但命运对他比对林冲更刻薄。林冲至少曾经拥有过，杨志是连拥有的机会都没给过。他丢了花石纲，朝廷问罪，他拿出全部积蓄去打点关系，想买回一官半职，银子花光了。高俅一句你是个罪人，把他打发走了。走投无路，他在街头卖祖传宝刀，偏偏遇上了泼皮牛二，纠缠不休。杨志一怒之下杀了牛二，再次获罪充军。他不甘心，继续在体制里挣扎，终于得到梁中书的赏识，被委以护送生辰纲的重任。这是他人生中最后的翻身机会。他太在意了，在意到变成了一个暴躁的控制狂。一路上，他对押送的军汉呼来喝去，不许休息，不许抱怨，用藤条
抽打偷懒的人，他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10万贯的生辰纲送到了就飞黄腾达，丢了就万劫不复。但他不懂一个道理，人心比路途更难走。军汉们恨透了他，士气崩塌。黄泥冈上，吴用的计策其实并不高明，一桶酒，一场戏。但杨志的队伍已经从内部瓦解了，谁也不听他的，谁也不信他的。他一个人的谨慎抵不过一群人的怨恨。生辰纲丢了，杨志的天塌了，他想过自杀，刀都架到脖子上了，最后又放下来，不是因为怕死，是因为不甘心。他觉得自己一身本事，不该这样窝囊的死掉。他要活下去，他要找一个地方证明自己，但去哪里呢？朝廷回不去了，官场的门对他永远关上了。他最终落脚二龙山，和鲁智深、武松成了邻居。3个被体制抛弃的人，在一座荒山上凑成了一伙。有意思的是，这3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鲁智深从来没有想过回去，他天性自由，体制对他来说是一件穿不惯的衣服。武松曾经信过规则，被规则伤透后彻底决裂。杨志呢？他到死都没有真正放下。他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在说，我是杨家将的后人，我不该在这里。这种不甘心比愤怒更折磨人。生辰纲的丢失是整部《水浒传》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表面上看，这是一桩结案，往深了看，这是一群底层人对不公的一次暴力回应。生辰纲是什么？是梁中书送给岳父蔡京的生日礼物，10万贯的民脂民膏。晁盖、吴用、阮氏三雄这些人结下这笔钱，理由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爱。这句话说得漂亮，但仔细想想，他们结了之后干什么了？济贫了吗？没有，分了，自己花了。所谓劫富济贫，在《水浒传》里，劫富是真的，济贫从来没有过。这笔赃款最终把晁盖一伙逼上了梁山，也为后来宋江的政治布局埋下了种子。晁盖上山之后，梁山有了质变，王伦那个气量狭小的寨主拦不住这股洪流。林冲在晁盖的到来中看到了机会，还记得吗？王伦当初百般刁难林冲，逼他去杀人纳投名状，林冲忍了。但这次不一样了，晁盖的到来给了林冲一个借力的支点。火并王伦那一场，林冲出手极快，一刀杀了王伦。这是林冲在《水浒传》里第一次主动出手，不是为了报私仇，而是为了打破一个不合理的格局。有人说这是林冲被晁盖利用了，也有人说这是林冲压抑多年之后的一次释放。不管怎么说，王伦的死宣告了梁山泊从一个小打小闹的山寨变成了一股真正的势力。晁盖做了寨主，但他注定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有义气，有胆量，但缺乏政治野心，更缺乏战略眼光。他的位子注定要让给那个黑矮的蓝城小吏。宋江上山之后的第一步棋是在重阳节赏菊大会上亮明底牌。那天酒过三巡，宋江提笔写了一首词，众人传唱。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这一句时，武松站起来了，他的声音很冷，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李逵直接掀了桌子，招安，招安，招甚鸟安。鲁智深不吵也不闹，只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3个人的反应代表了3种立场。武松是看透了，他在体制里挨过刀子，他知道那帮人的嘴脸。李逵是不在乎，他脑子简单，只觉得现在这样多痛快。鲁智深是超脱了，名利对他而言是浮云，但宋江把忠义2个字拎出来，像一条绳子，把所有人拴在了一起。你若反对招安，就是不忠；你若不听大哥的话，就是不义。忠义
本是好汉的图腾，却被宋江用作了权力的工具。这是《水浒传》里最精妙也最残忍的一笔政治操作。招安之后，朝廷的算盘打得很清楚，借刀杀人，先征辽，再征田虎，再征王庆，一场接一场，消耗的是梁山的人命，填充的是朝廷的战绩。兄弟们虽然疲惫，但咬牙撑着，好歹命还在。真正的屠宰场是征方腊，方腊也是造反的，占据江南6州，兵强马壮。朝廷不肯自己出兵，让梁山去打。这是什么？这是让一群投降的反贼去打另一群还没投降的反贼。强盗打强盗，无论谁赢，朝廷都不亏。征方腊的惨烈程度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第一批倒下的是那些名气不大但忠心耿耿的人，宋万、杜迁，梁山最早的元老默默无闻地战死了，连一句像样的遗言都没留下。然后死神开始加速，张顺那个浪里白条在永金门下被乱箭射成了刺猬，他是水中的蛟龙，可他死在了水里。史进那个九纹龙御领关前中箭身亡，他是开篇第一个出场的好汉，到头来连一个完整的结局都没得到。最令人不忍的是张青和董平。张青是梅雨剑，飞石打人百发百中，可再准的石头也拦不住铺天盖地的长枪。董平是双枪将，断了一臂还在厮杀，最终力竭而亡。一个一个，那些曾经在聚义厅里豪饮的面孔变成了战报上冰冷的名字。武松断臂的那一刀值得单独拿出来说，他的左臂被包道乙的飞剑伤了，连皮带肉挂着，已经保不住了。换成别人，也许会哀嚎，也许会崩溃，武松没有，他抽出戒刀，自己动手，一刀切断。痛不痛？当然痛。但这个男人这一生吃过的痛比断臂多10000倍。嫂子被毒死的痛，兄弟被杀的痛，信任被辜负的痛，体制将他碾碎的痛，这些痛加在一起，已经把他的神经锻造成了钢铁。断臂之后的武松反而清醒了，他对宋江说：“我不回去了，就在六合寺出家。”宋江没有坚持，他知道这个兄弟的心早就不在红尘里了。武松后来活到了80岁，在六合寺善终，这是《水浒传》给他的最后一点温柔，让这个一生暴烈的人有了一个安静的收尾。花荣和吴用的结局是另一种凄凉。花荣是宋江最忠实的追随者，小李广，剑术天下无双；吴用是梁山的军师，智多星，算无一策。宋江死后，这两个人不约而同来到了宋江墓前，双双上吊自尽。他们的死不是殉国，是殉人。他们活着的全部意义都记在宋江一个人身上。宋江没了，他们的世界就空了。这种愚忠让人唏嘘，也让人害怕。一个人把全部的信念都压在另一个人身上，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活法。燕青的选择最为清醒。征方腊结束后，这个浪子没有跟着大队伍回京领赏，他挑了一担金珠宝贝，悄悄离开了。走之前，他劝卢俊义一起走，卢俊义不肯，觉得立了这么大的功，朝廷总该论功行赏。燕青苦笑着说了一句话：大义是飞鸟尽，良弓藏，猎兔死，走狗烹。你不走，早晚会死在这上面。卢俊义没有听，后来卢俊义果然被奸臣害死。而燕青呢，从此隐姓埋名，浪迹天涯，再无人知道他的下落。燕青是梁山上少数真正看懂了权力游戏本质的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进，更知道什么时候该退。他不是不忠义，他只是不愿意为一个注定崩塌的结局陪葬。有人说他自私，
但在那个忠义的牌坊下面，埋着100多条人命的世道里，活着本身就需要最大的勇气。宋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问题争论了几百年，至今没有定论。有人说他是义薄云天的好大哥，为兄弟们谋了一条出路；有人说他是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把107个人当成了他个人政治投机的筹码。也许两种说法都对。宋江的可悲在于，他是一个在错误的时代做了正确计算的人。他计算的没有错，落草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接受招安是唯一的合法化路径。但他的计算里漏掉了一个变量，那就是人心。高俅、蔡京不会因为你立了功就放过你，皇帝不会因为你表了忠心就信任你。你越能打仗，他越害怕；你越忠诚，他越怀疑。这就是封建权术的铁律，功高震主者必死无疑。宋江用108个人的命去赌，赌输了，代价是全部。我们再来看梁山内部那些不被注意的人，108将里有不少人是被强行凑数的。有人上山是因为冤屈，有人是因为义气，但也有人是被骗来的，被逼来的，甚至是被劫持来的。安道全是名医，被诱骗上山，从此再也下不来。金大坚是刻章的手艺人，萧让是写字的文人，他们跟造反有什么关系？但梁山需要刻假章，写假文书，所以他们被强行收编了。这些人在梁山上毫无存在感，打仗轮不到他们，分赃排在最后，但要死的时候，他们一个也跑不掉。他们才是梁山故事里最大的沉默者，也是最无辜的牺牲品。李逵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是宋江的影子，是宋江手里最好用的一把刀。宋江需要有人冲锋的时候，李逵永远第一个跳出来；宋江需要有人唱白脸的时候，李逵永远配合到位。他对宋江的崇拜已经超越了兄弟情谊，接近于宗教。宋江说什么，他信什么；宋江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但李逵也是梁山上最让人后背发凉的一个人。江州劫法场，他一路砍杀，不分军民，三打祝家庄。他屠戮庄民，连小孩都不放过。有人问他为什么，他只会说一句：杀了便杀了。这就是暴力失控后的样子。当一个人不再区分敌人和无辜者，他就已经不是反抗者了，他是灾难本身。宋江一直在利用李逵的这种盲从，需要的时候放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关回去。到了最后，他甚至用毒酒封住了李逵的嘴，让他永远不能为自己发声。李逵至死不怨宋江一个字，这到底是忠义还是训话？读完《水浒传》全书，最大的感触不是痛快，是沉重。108个人起于苦难，聚于梁山，最终消散于权力的碾压之下。他们推翻了不公吗？没有。高俅还是太尉，蔡京还是宰相，那个腐烂的朝廷一切照旧。他们改变了命运吗？没有。大部分人死于非命，少数幸存者隐姓埋名，苟且偷生。从世俗的角度看，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但施耐庵要说的恰恰不是成败，他要说的是，在一个秩序崩坏的世界里，有一群人站起来过。他们的方式也许粗暴，他们的结局也许凄凉，但他们站起来了。那个站起来的动作本身就是意义。鲁智深的论子写到最后一句：今日方知我是我，这7个字是整部《水浒传》最亮的一道光。在120回的恩怨杀伐之后，在无数的妥协、背叛、挣扎和幻灭之后，只有这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完完整整地找到了自己。他不属于任何一方，不效忠任何一个人，不被忠义绑架，不被名利裹挟。他来到这个世界，路见不平就管，见人受苦就救，
做完了他该做的事，然后微笑着离开。这才是《水浒传》留给我们的真正遗产，不是108将的排名，不是大碗喝酒的豪迈，不是替天行道的口号，而是一个人活成自己的勇气。在钱塘江的潮生里，在1000年的时光之外，那个胖大和尚坐在禅床上，笑着走了，而我们还在读他的故事，还在路上，还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句我是我。所以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水浒传》到底在讲什么？他讲的不是108个好汉的排座次，不是谁的武功天下第一，不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江湖浪漫，他讲的是3个字：逼人醒。林冲被逼到风雪山神庙，忍到了人的极限，最后醒悟过来，这个世道不会因为你退让就放过你。武松被逼到鸳鸯楼，忍到了心碎，最后醒悟过来，规则从来不保护弱者，只保护制定规则的人。鲁智深从来不需要被逼，也不需要忍，他一开始就是醒着的，所以他活得最自在，走得最干净。3种人，3条路，3种结局，但指向同一个真相。在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里，你要么被吞掉，要么站起来。站起来不一定赢，但至少你没有跪着。施耐庵写这本书的时候，距离今天已经600多年了。600多年过去，高俅还在，西门庆还在，白虎节堂还在，那些逼人低头的力量从来没有消失过。但林冲也还在，武松也还在，鲁智深也还在。每一个在深夜里咽下委屈的人，每一个在不公面前攥紧拳头的人，每一个在绝望里还不肯认命的人，身体里都住着一个梁山好汉。《水浒传》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不是怎么打架，不是怎么造反，而是4个字：人不可欺。你可以打压他，可以陷害他，可以把他逼到天涯海角，但只要他心里那团火还没灭，他就还是一个人。这团火烧了600年，没有熄。今天你听完这本书，合上眼睛，钱塘江的潮声还在耳边，那不是潮水，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底最深处的那个声音，我不认。